这是我入行以来第一次开氢能源车 FCEV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就是由 hydrogen 作为主要燃料的这个电动车吗？也算电动车嘛，它就是一种新能源车。所以这次要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的这个科艺部，就是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这个部长，因为这台车子其实就是 Toyota 放在这边让部长去试驾试用的一个车子，因为它对于马来西亚日后要朝向这个 Carbon Neutrality 碳中和的目标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 BEV 是一种，那 FCEV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也是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子。那今天呢，我就第一次尝鲜来试驾这台车子，那就跟电动车一样的，它是没有汽油引擎，没有传统的变速箱。那首先你在开车的时候呢，车头是需要进气的，它需要吸收这个 oxygen 氧气，然后进去它的车头的这个 fuel cell stack。接着呢，再从这个 hydrogen tank 里面将 hydrogen 输往前面的这个 fuel cell stack， 然后这个 oxygen O2 跟 hydrogen H2 会在这个 fuel cell 里面结合去产生电。产生电之后呢，它就会排放出它的这个副产品，也就是水 H2O 水排出去。接着呢，这个 fuel cell stack 就会将电量直接输往后轮，因为在车子的后轴那边呢是有一个 1.24 kWh 的锂离子电池，还有一个电动马达。那产生的电可以直接去你的后轮，多余的电它可以回收能量在这个 1.24 kWh 的锂离子电池。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 FCEV 的操作原理之后，像它是由 Fuel Cell、Hydrogen Tank 跟 Electric Model 组合成为了一个交通工具之后，我们就来邀请今天的这个重量级嘉宾，就是 MOSTI 科艺部的部长 YB 郑立康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我对这个 Hydrogen Car 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像马来西亚有没有加氢站然后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对于 Hydrogen 氢能源的政策的看法是怎样子，所以我们事不宜迟，就欢迎我们的郑部长。嗨，主席好，大家好。其实马来西亚，如果我们讲半岛了，马来西亚半岛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加氢站的。沙劳越开始有加氢站了，可是也是非常少，一个两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氢能的汽车啊，或者交通工具，其实是还没有一个 ecosystem 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Toyota Mirai 拿过来，主要还是起着一个示范的作用啦，它只是处于 pilot 的阶段。当我在加这个 Mirai 的时候，很多人就讲那里有得买啊，怎样加氢啊。目前来讲是没有加氢站的，Toyota也没有引进这一款车进来。目前以沙拉瓦来讲的情况是怎样？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篇报道说，沙拉瓦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本区域里面一个出口这个 hydrogen， 所以在东马沙拉瓦的话，他们的氢能源是有什么分别？可能我跟人科普一下啦，就是 hydrogen 它分成几种哦，我们用颜色来就是把它们分别。第一是 grey hydrogen， 就是我们普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拿来电解的话，我们是用传统的电。传统的电，比如说很多就是我们用 DNB 的电都是火电嘛，都是用煤炭来煤炭那一个叫做 grey hydrogen， 就其实它的拿这个能源是不是干净的。然后另外一种叫做 blue hydrogen， 其实就是拿天然气然后来做的，可是它多了一个 process， 我们叫做 CCUS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System， 就是把这个过程产生的 carbon， 我们把它捕捉起来，然后我们埋在地底下。它不是最清洁的，可是它比普通的 grey hydrogen 清洁。然后另外呢，我们朝向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成为 green hydrogen， 就是绿氢的这个出口国。它是用干净的这个能源，比如说太阳能、水力发电、风能，只要那个能源它是清洁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氢就是绿氢。像马来西亚呢，其实暂时是沙劳越走在前面，因为沙劳越比较早开头。沙劳越而且有这个优势，就是它有这个水力发电，它就能够用那个水力发电的那个电源来制造这个绿氢。
这样半岛这里呢，我们还没有开始，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些就是 pilot，已经有人在做用这个 solar 来制氢，制出来的氢也是绿氢，可是那个量比较少，在半岛。整个马来西亚的真正一个氢能的技术的一个科技的大蓝图哦，我们是在去年10月才开始推，沙劳越是在10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没有大蓝图，但是已经开始在这一方面了。我自己是觉得，因为hydrogen很多人之前都在问为什么我没有开这个话题去聊，是我觉得它可能它存在一些成本上的这个考量，比如说我觉得运输成本是很重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hydrogen 它本身不能够主动去成为这个能量，它必须有一些副产品，就是像刚才 YB 讲的有 gas 然后利用别的东西来去，所以那个本身就是让 hydrogen 转换到能量本身也是一个成本在那边。所以 YB 你觉得这个 hydrogen 这方面你会怎么样看待它？其实我们看优点跟弱点然后 hydrogen 的优点，我先讲 hydrogen car 的优点首先第一就是它的那个 range 会可以比较远一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Toyota Mirai， 他们是做了这个 test， 他们是号称可以到1000个公里，就是你一次 refill 你可以走1000公里。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充氢的那个过程时间很快，它几乎就是能够3到5分钟，几乎就是跟这个普通的汽油车你在打油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优点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 battery 小也比较轻，当然车是没有问题啦如果是跟 EV 还是什么比，但是在国外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种中型的那种 EV。或者比如说巴士还是那种 trucks 他们的那个 battery 很重，然后那个路的 design 它不是 for 这样重的这个交通工具，所以他们的路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一个hydrogen 的车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当然 OK 了，这个是优点那缺点是什么？刚才主席有提到，第一就是那个成本，现在因为没有那个规模经济嘛 economy of scale， 所以它那个成本降不下来。像比如说现在氯氢的价格是1个 kg 大概是10美元，比如说 Toyota Mirai 是 5.6 kg 了所以这个1个 kg 大概10美元的话，就不是一个这么经济的一个价格了。另外的刚才你有提到的，就是很多民众还是有顾虑，就担心会不会爆炸什么。但是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这种安全性的问题是不存在，因为只要它可以上路的话，它都是经过这个比如说 JPJ regulation 什么，如果是危险的话，它是不能够允许上路了。而且氢，因为它是其中一个最轻的最 light 最轻的气体，所以它挥发很快如果有什么泄漏什么它没有这么容易爆炸，因为它很快就挥发出去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在那个 periodic table 里面，它是排1号的那个 H， 所以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的问题了。那马来西亚现在目前是我们制氢还没有开始真的是落实嘛尤其在半岛了沙劳越是走到比较前面，但是也是还在建设着。我们一方面是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比如说氯氢然后另外一方面那个是 supply side， 另外一方面是 demand side，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没有发展足够的这个人去用这个氯氢，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要发展这个 ecosystem 它必须政府跟民间企业全部一起配合。一方面我们在鼓励企业进来制氯氢，或者甚至我们可以从蓝氢开始然后过后我们就这个是 supply， 然后另外一方面用方面呢，我们就希望更多的这个 user， 比如说我们也在跟机场这个机构在谈说，能不能你们的所谓在机场里面的那个 ground fleet， 能不能有一些开始转去 hydrogen 这样你就有了这个需求，然后我们这里又可以制造，就是做这个制氢的这个，所以它是要两边一起跑，不然的话是鸡跟蛋跟鸡的问题了。好像他说我把我的车带进来之后，你都没有加氢站然后你对一些企业来讲，你都没有 hydrogen car， 我做制氢站加氢站来干嘛
所以这个是鸡跟蛋的问题了，需要一起 push 的。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很多人以为马来西亚的燃油是算是很便宜的啦，不管在东南亚也好，在整个亚洲也好，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的电费也很便宜，我们电费是全世界应该是 top 10便宜的。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生产 gas， 所以我们用 gas 来发电等等，都是会相对欧洲来讲啦。因为我才从欧洲回来，我就看到哇，我就心想哇，真的是要很节省能源。他们这个能源一飙涨，整个通货膨胀就影响很大。我们通常是因为汽油嘛，我们的电费这些年来都没有，应该很多年都没有再做过调整了。其实马来西亚来讲啊，能源都是我们讲很 heavily subsidized， 就是政府给很多的这个津贴，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电啊，我们的这个汽油啊，都是更加便宜的，所以这个反而会导致我们在能源转型方面会有问题，因为大家习惯了便宜的能源，对这些东西了。对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是我们的汽油是比如说我们是跟世界这个价格是一样的话跟他们 flow 的对，那个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很愿意去转把它变成电动车也好，氢能车也好，因为这个从经济的角度嘛，对但是因为马来西亚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能源太便宜了，因为政府给太多这个津贴，所以如果当我们要转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转了也没有什么嘛，因为很多人普通人我们就在想，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伟大，说保护环境什么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出发嘛，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明白 ，OK， 所以今天再次感谢这个科艺部部长YB 郑立康先生来上我们的节目。那观众还有对于 hydrogen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能源科技的东西有兴趣，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会尽量帮各位找到这个答案这样子。所以再次感谢 YB 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主席。然后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然后来一下 Facebook page， 也记得关注这个YB 的公众的这个 Facebook 账号等等。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